前走，你可以哭，但是你要边往前走，你可以然后你脚步还是不能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，欢迎来到贝尔碎碎念。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怎么放下一个人，打从心底放下一个人。有人可以2个礼拜，有人可以2个月，有人可以半年、1年，有人可以一辈子。我不会回答你多久时间可以放下一个人，我也不会跟你说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应该要放下。放下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你不能去苛求你昨天还爱他，你今天就不爱他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就像一个伤口一样，你还没有愈合，你就逼他一定要给我愈合，给我愈合。不要去苛求你今天受伤，你明天就一定要好起来。你需要时间去好好的照顾这个伤口，而不是硬去看着那个伤口，然后那边一直折磨他，说哦怎么好不了，2个月了、4个月了、半年了，你那个伤口你一直去戳它，你一直去看它，你当然好不了。你需要时间，甚至要几年、10几年、一辈子的时间。生命中来来回回、走走停停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这一个人走了，你真的很爱他，你不能没有他，你认定就是他，但他就是离开了你。总会有下一个人会进入到你的生命，总会有下一个展开你新生活的人走进你的生活圈。你与其在那边想说上一个人走了，我只要他走了怎么办？他就已经走了。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到未来，去期待下一个人。期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。我们之前会去期待旧的这个人会怎么对我们，然后他们把我们伤得遍体鳞伤，再去难过。不要期待他会回来，不要期待你们会复合，把这个期待放在未来。你期待下一个人出现，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现，所以这个期待是不会让你落空的。决心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决心，都要有毅力，都要坚持。当你决定要放下，你就决定给自己一个承诺，就是要放下了。我没有叫你现在就一定要给自己这个决定，你可以再让自己徘徊几天都没有关系，可以留恋在那个情绪里面。但是你今天决定要放下，你1个礼拜后决定好，我要振作。就下定这个决心放下它。如果你就一直在徘徊说啊，我决定要放下了，然后你隔一天觉得啊，我不想放下，我舍不得，我不想要放手，我觉得他还是很好，我想要挽回，来来回回反复着，你就永远，你也不用奢望你哪一天会放下。你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又把自己推回去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又把自己推回去。既然决定要分开，不管是双方协议分手，不管是被甩了，不管是自己离开对方，我知道都很难过，需要去调试。但是做了这个决定，同时间代表你也做了一个决定要往下走。你既然决定打了一个句点在那边，那就要继续换行，再继续写下去啊！要不然你要一直打那个句点吗？不然就是你打那个句点，你要一直看上面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。你下定了决心，别人说 OK 好，你下定决心了，好，很好，我帮助你，我是你闺蜜，我是你朋友，我是你家人，我帮助你。可是你今天只要有任何一丝决定，我还是想要挽回，抱有一丝希望，没有人可以帮你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拉出来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。绝对不要回头，你可以想念，可是不要回头。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放下了，我们好像走出来了，结果突然一个瞬间超级想他，回忆汹涌而来，然后突然间变得超级低落，整个负面情绪都来，这个一定会有。不代表你失败了，不代表你放不下，不代表你永远走不出来，而是这个只是一个思念的开关被打开了，没关系，你就让自己思念这个晚上，哭一个晚上，你明天还是继续过你原本已经在向前的人生。你可以想你们的回忆，可以笑着想他，他在干嘛？猜他在干嘛？他在吃饭吧？他在干嘛？你可以去思念这个人，但是你绝对不要去多想说，我现在想他了，是不是应该复合？我是不是还是很爱他？我很爱他，那我应该把握住啊！人生这么短，怎么样？不是这样，你已经下定决心要放下，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展开新的生活，不要去多想、胡思乱想说啊，我就是心里还有他，所以他是我注定的人，不是这样。勇敢承认对方不够喜欢你，认赔杀出，拿出一张纸，拿出一个本子，列出你所有决定从今天起想要改变你的事情，或是提升你的任何事情。譬如说，我想要把英文练好，我想要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好，我想要学新才艺，我想要增进自己原本的长处，我想要出国多看世界。所有东西你把它列下来，把重心放在让你自己变得更好上面，而不是在想说我哪里不好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我哪里不适合他，他是不是看不到我的好，不是这样，你反而是要更精进自己，晋升到另外一个阶层，你才会更爱自己，你才会更觉得活着真的感觉很好，你才会更爱你自己的生活。
暂时，我说暂时哦，我要固定运动，我要把英文练好，它就会回心转意。你可以把这个暂时的放成你的动力，但是不能真的把它当真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把它要回心转意这个当成你真的动力的话，你哪一天受到打击，你会崩溃，你会瓦解，因为你现在还是很爱它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动力。但是当你真的投入在自己身上，当你真的投入在运动、在学习新的事物上面，你会发现其实世界更美好，你会发现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。绝对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看到它。现实动态、IG、Facebook 什么所有东西都不要去看，把这个手贱的时间拿去多读一本书，拿去多看一部电影，拿去滑有意义的东西上面。好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手贱，就封锁，不要跟我说啊封锁很怪。我以前会觉得啊封锁很狠啊怎么样？不是，因为今天放纵你自己，这样就在对自己残忍，就永远都走不出来。你今天不去看，不只是因为你看到会不开心，而是你不去看，你可以有一个想象空间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了他跟别的女生，或者有新交女朋友，或是你看到他生活过得很好，没有你也可以过得超快乐的，你就会很难过。那如果你今天不去看，你就有一个想象空间。好，悲观一点，你可以想象说，哎呀，他没有你，他现在一定过得没有很好，你可以去想象。因为你不知道他真的样子嘛。当你想象久了，时间过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。他过得好，你也不痛不痒。所以你要留一个空间去想象他现在的生活，或者留一个空间去思念他，而不是硬逼自己去看，然后清楚的知道他在干嘛，你就完全局限了自己，然后就会一直会转在那个他的画面里面。如果同班同事或是你一定会这样的话，一定要更困难，但是一定要建立好自己的保护机制，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建设。每一次上班前，每次到班之前，给自己喊话，给自己精神鼓励。再来，不要把视线放在他身上，重心放在你工作上，重心放在你的课业上，放在你老师上，放在你同学上，绝对不要因为在同一个空间，然后就把你所有脑袋整个宇宙都放在他身上，这样子谁都帮助不了你。会流眼泪，会心痛，会很难过，会走不出来，都是因为你有爱人的能力，去感激你还有这个痛苦的感觉。人生就是酸甜苦辣，你都要经过。如果你今天人生一路顺遂，你就是一切完美，你根本没办法体会这些感觉。你今天至少还有一个这么掏心掏肺喜欢一个人的能力，你要懂得感激。你知道多少人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，多少人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，多少人连谈恋爱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可能要养家活口都来不及了，他可能连自己吃饱穿暖都无暇顾到自己了。我们今天至少还有谈恋爱的能力，我们今天至少还有一个心痛的时间，我们已经够幸福了。你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。这个世界上分分秒秒，每个人在哭泣，每个人在心碎，每个人在失恋，当然也有每个人的快乐，每个人都有交新男女朋友。你不是最悲惨的那个，不要把自己想得很可怜。如果有时间有能力的话，给自己一段时间，一个全新的地方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去认识不一样的人。当然前提是有能力的话，我很推荐出国，至少要2个礼拜以上，至少你要融入到别的环境里一段时间，不要太短，短期真的很痛苦，短期你回来就只会觉得失落感更大。不用到很远的地方，或者是到别的县市长待也可以。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足，你觉得看自己就是不爽，那就改进啊！你这一生就是你没办法成为别人，你不去着手改变，你永远都是这样子。1下定决心，2心态改变，3好好爱自己。我每个影片结束一定要跟你说好好爱自己，你不要忘记，真的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去体验体会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。最后我还是要强调，需要时间，你不要去想说你现在就要好起来，给自己一段时间，好好的难过，打起精神，好好的整理自己，好好的跟自己独处，好好的期待，好好的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。很多人问我说，我是怎么这么快走出来的？真的没有什么快慢。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放下一个人，你可能一辈子都放下不了。放下的定义是在我哪一天可以笑着回想我们两个之间的分离，这才是放下。我今天想到他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难过，我今天还是会很想他，这不代表你还没有放下，你是偶然的思念他。这就是我现在，因为很多人说，不然你好快就放下，其实我硬要说我现在也没有真的完全放下，或者是我现在没有说我放下了，我 OK， 我就是没有感觉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现在每一个片刻，每一段恋情，都还是会有很深刻的印记，很深刻的感觉，但是我只是
不想要浪费任何的时间、任何的青春、任何的生命在纠结着难过的事实上面。已经难过了，我们就继续往前。你可以哭，但是你要边往前走。你可以然后你脚步还是不能停。你可以好想他哦，但是你一定要继续往前，你不能站在原地，然后就好想他哦。你要继续的往前踏，往前走，往前走向你新的人生，往前走向你新的全新的自己，更好的自己。你可以偶然的回头，然后看，好想他，但是要继续往前走，你懂吗？你可以偶尔，但是不要放纵自己，就是站在原地，然后这样看，甚至往回走，绝对不要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喜欢。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。每周一、每周四都有新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爱自己哦。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